你见过奥特曼中的世界名画吗？我不能倒下，因为我的身后是万家灯火。这是奈克瑟斯中基石准悲情英雄色彩最浓重的一幕。虽然本集的标题为追击，但它真正的内核则是守护。面对堪称无解的机智怪格鲁格莱姆，夜袭队再次采用了孤注一掷的作战策略，而基石准则用自己的身躯去守护身后的和平盛世。在上一集中，宝吕草继承了基石准的梦想，向死而生，用自己的生命拍下了不为人知的真相，但也因此让夜袭队顾及到周围还有人，而暂停发射百万加农大炮。人が邪魔だわ。バニシャーが撃てない。ストライク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に行こう。空からゴルゴレムを攻撃する。但发射的光线直接被格鲁格莱姆的火焰弹格挡掉。此时基石准从昏迷中惊醒，拿着进化信赖者就往外面赶去，而这一幕恰好被前同事跟来碰见。出于记者敏锐的嗅觉，在得知此区域突然有人失踪，断电断通讯后，他便赶到了这里。就在七下润平危难之际，基石准再次变身，这是1天之内的第3次变身，因此身体的高负荷根本不可能使其长时间作战。虽然救下了七下润平2人，但肩膀处直接吃到了格鲁格莱姆的一发火焰弹，胸前的计时器也再次闪烁了起来，用尽全力之下才将格鲁格莱姆远远甩飞，最终一发粒子之雨终于将格鲁格莱姆的管状器官切断，但他的身体也已经来到了极限，再次消失在了原地。而夜袭队则对逃跑的格鲁格莱姆进行追击，但没想到前方的小镇中还有着大量市民并未撤离，紧急之下再次发射光线阻止格鲁格莱姆，而格鲁格莱姆也终于被击倒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格鲁格莱姆的相位控制器官复原了，这使他顺利逃離了此處。战斗结束之後，隊長質問着松永管理官為何不告訴夜襲隊作戰區域中還有市民居住，而松永的解釋也很直接。ビーストの進路を特定し、ミッションを成立させるためには、あそこの人たちが必要でした。それではまるで。昨夜の経験をもとに、次のミッションは必ず成功させてください。そうすれば、犠牲者の死も無駄にならなくです。确实，对于高层来讲，相比较10万人口的城市，牺牲200人来保证任务的完成，的确是一个理性且稳妥的计划。但是，这种将无辜生命视作诱饵的做法，是无法让人苟同的。然而，这种电车难题，从古至今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夜袭队作为作战部队是有知情权的。如果及时告知，可能在战斗中已经将异生兽消灭了。此时，在树林中找了一夜基石准的跟来，恰好遇到了下山的七下润平2人，并且也在相机中看到了宝吕草舍命拍下的真相。写真は真実を伝えら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を姫谷さんの最後の写真で教わったって。目的が見えた。幌草さん、そうも言ってた。在外人看来，这是对于基石准追求真相的肯定，但是对基石准而言，是认为自己又伤害了一个生命。这时跟来谈笑风生间，已经将相机的储存卡拿掉。心配すんな。幌草さんの意思は俺がついてやる。随后跟来直接逃离了此处。原本润平还想追击，但被基石准及时喊住，因为他相信跟来的为人，这是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信仰。ネコロさんならあの写真を必ず公表してくれる。望着基石准吃痛的手臂，也让七下得知了基石准就是那个救了自己的银色巨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这也是基石准再次得到他人的信任和认可，算是这条孤独之路上最好的慰藉了。也正因为这个小镇经历了异生兽的袭击，七下和润平也成为了记忆警察的记忆清除对象。虽然记忆被清除了，但这些埋藏在灵魂深处的过往依然会变成成长的养分。七下并没有因为宝吕草的逝去而放弃模特这份工作，而润平也将继承宝吕草的梦想，拿起相机去记录美好。这何尝不是本剧纽带与继承的主题体现呢？为了再战格鲁格莱姆，新型战机各金切斯特德尔塔号加入了实战，而且专门有着能够穿越相位空间的能力。此刻的孤门完全褪去了以前的稚嫩，坚定的眼神凸显了他的成长。随后，西条直等人驾驶100万加农切斯特原地待命，而孤门独自驾驶切斯特德尔塔号追击格鲁格莱姆。在确认格鲁格莱姆的位置后，孤门立刻突入了进去，终于在相位空间内发现了格鲁格莱姆的身影，随即立刻发射光线，直接将格鲁格莱姆的相位水晶打爆。格鲁格莱姆也因此出现在了地面之上。等待许久的100万加农切斯特立刻发射100万加农大炮，但没想到格鲁格莱姆还有着一招护盾，直接抵消了大炮的攻击。更令人震惊的是，格鲁格莱姆的相位器官再次恢复了。这个进化速度简直恐怖，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正因为了保证此次作战的成功，并没有疏散前方城市的市民，如今夜袭队已经很难再阻挡格鲁格莱姆的脚步了。在这关键时刻，基什准再次出现了。弹幕给我打出准哥真男人。为了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基什准再战格鲁格莱姆。在简单的交手之后，奈克瑟斯再次释放梅塔领域，队长也及时命令队伍突入梅塔领域支援奈克瑟斯。然而在刚进入领域之时，奈克瑟斯已经闪起了红灯，身体的创伤加上连续高强度的作战，使基什准再也支撑不住，直接倒在了地上。这也使顾们意识到，虽然奥特曼的力量极其强大，但是基什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本集在此刻迎来了结束，在基什准篇的最后几集，堪称是基什准孤胆英雄最极致的体现。即使不被世人所理解，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所认为的救赎之路。下一集我们精彩继续。